朋友们，我现在在我这辆在日本租的这辆车里面，那今天视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花了48,400日元在日本租到了一辆什么样的车，分享在日本取这个车子的过程，以及在日本的驾驶体验是怎么样的。首先租车的话，我们用的是 Toyota Rent a Car 这个网站，是因为日本的 LP 推荐的。丰田一是它牌子的名气比较响，然后第二是它的车子我们对它的质量相对也比较熟悉和放心。租车的时候，我们是选了一个小型车，因为就我们两个人只有一个行李箱，别的就没选什么特别的了。就等于是到店里面看店员会分配你当时他们空的哪辆车符合你这个要求的。48,400日元，我们是租5个整天，里面有4400日元是税。那我实际在当时支付的时候，我还额外多花了330日元，因为店员推荐说，如果你要开车到比较远的地方，要经过一些收费路段，可以用 ETC 卡，是需要330日元租借的。它那个卡就会插在这边一个车子这个位置，然后你在过那些收费站的时候，就会自动扫到你的卡。在方向盘的右下方这个位置就插着一张 ETC 的卡。然后这个过路费最后都是回到那个租车店还车的时候统一付给那个租车店就可以了。好，讲完这个，我先讲一下那个取车的经历啊。真正到那个店里取车的时候，需要带的东西，一个是你的护照，第二个是你的国际驾照。当你选那国际驾照的时候，要选择日本，等于你所在地的驾照，日本是承认的。当时我取车的时候，店员是2个文件都检查的，所以这个是肯定需要准备好的。然后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取车的时候发现店员非常自觉的就拿出了谷歌翻译，然后在里面输入之后跟我们来交流的，所以也请你准备好你比较熟悉的翻译器。接下来取车取到之后，他会做一个车身的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大的刮蹭，然后会跟你说，这个车他会拿那个翻译器跟你说，没有大的刮蹭，只有小的刮蹭。如果你同意的话，就可以上这个车了。然后会在一个合同上签上你的名字，里面有些条款，不过都是日语的，如果你能读懂，你也可以读一下。那个 ETC 卡帮你在这里装好。然后这些文件它都会放在车里的这个位置，像我们是2个人嘛，他会帮你把那个后座椅翻下来，帮你把行李一起搬上去，然后这辆车就是你的啦，就可以开始开了。那我就准备出发了，车也调好了，安全带也系好了，镜子什么都调好了。这就是取车的大概过程，然后现在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车吧。这个就是我们租的雅瑞斯。在一般开平路的时候其实都够用了，但是像来富士这种地方，山比较多的地方，有时候上坡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但还好，就是日本这边限速都比较低嘛，所以慢慢开也没有关系。真正开了之后，我才发现它其实是一辆油电混动的。当然它屁股后面其实是有那个 hybrid 的标志的，但是我没注意，直到开的时候发现它声音特别安静，然后这个中控台的这些标识跟我平时开的那个不太一样，我才意识到它是一辆油电混动车。就开起来的话，感觉还是蛮不同的。我是第一次开这种油电混动，就觉得它大部分时候，除了它那个需要充电的时候，感觉发动机要开始转，平时的话开起来特别安静，启动啊、行驶的时候都是很安静的，就是感觉还是蛮不错的。然后这个车的话，它这个屏幕不算太大，但是分辨率感觉还可以，而且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其实当时我们选车的时候，我想起来我还选了一个，就是我想要英文的导航。然后它提供了这辆是英文的，而且特别好的是它这辆车还支持 Apple CarPlay， 因为我平时就用 Apple CarPlay， 所以这次把我自己手机一连之后就能直接使用，然后就可以在用导航的时候就用谷歌地图，这样的话就是我比较熟悉的。那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至少一个导航你熟悉的话，开起车来就会安心很多。然后因为它是油电混动，所以我感觉它油耗好像要比我平时开的车少很多。那这次我们从东京开到镰仓，开到伊豆，这次再到富士，然后马上还回到东京。具体开了多少我也没算，但是我觉得至少有200-300公里吧。但是这个油表就稍微掉了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这次只需要在回到东京之后加个油再去还车就可以了。等于路途上的话就是完全没有加油的，还是比较省油，总体的感觉。那再说一下在日本驾驶的体验吧。其实光看日本路上的这个限速标识的话，你会觉得日本人开车好慢啊。一般的路段都是40码甚至30码，然后在高速上，大部分高速路都基本上只有60，有些地方是50，只有在很少的地方能够上到80。只有一段路我记得是从哪里，好像是从镰仓开往伊豆，还是伊豆开往这边富士的时候，它是能上了100，所以总的来说好像车速是慢的。
就是路标会给你这样一种错觉，但实际上我可能是全日本开车最慢的人。日本人在开车的时候，他们都是超速的。理论上来说，因为我都是压着那个限速在开，他说40我就开40，他说60我就开60。但我发现几乎每一辆车都是比我速度快的，有些车很明显你能觉得60码的路上它至少开了80-90，所以其实我是很困惑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外国人，然后不熟悉交规，而且我也不想因为超速被罚单嘛。住在伊豆的那一晚，我还问了我那个民宿的房东，然后他的解释是，警察允许你在规定的速度上加10到15码，听起来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我还是不敢开超速了。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会摁喇叭，而且就是会毫不犹豫的摁喇叭。记得我有2次过那 ETC 收费站的时候，他会叫你减速嘛，减到20以下，所以我就很老实的减到20以下了。但是当我真的减到这么慢的时候，后面等着排队的车就会开始逼我。但是除了速度和摁喇叭这2件事，别的话，开车体验还是可以的。虽然日本的人口密度应该是很高，但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开车的人没有特别多，可能人口主要还是集中在东京这样大城市吧。那除了开车，我觉得这边比较麻烦的一点其实是停车。因为在很多地方，像我们在这几天在这里玩，很多景点，有些景点它是会有专门自己的停车场的，但有些景点就不一定有停车场，有也就只有路边一点点，所以就是停车还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不过这边的车都偏小了，我发现路上很少有 SUV， 所以大家都是停得很规规矩矩的，所以只要有车位还是能停进去，但关键就是要找到这个车位。那以上就是我这次在日本自驾的一些体验。还车的经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滑的，除了东京这里开车稍微慢了一点，就是因为车很多嘛，然后路又都是单行道，所以在市区里面极度慢。然后他今天借车的人、租车的人又特别多，所以在那边门口稍微车卡了一会儿。还的过程还是很顺滑的，会有个工作人员把你的文件都拿了，没来得及去把油加满，所以他会记录你总共开了多少公里。然后就会根据那个公里数，然后平均油耗给你算一个油价，会把你租的那个 ETC 卡拿出来，然后算你总共刷了多少的过路费，也会一并在最后收。这一次过路费总共花了7700多日元，然后油费只用了2300多日元。你想我们开了这么多个地方，我觉得加起来怎么也有个300-400公里朝上，所以油电混动确实还是蛮省油的。